在山里面呢，经常遇见狼，印象挺深的就是7分半。有一天我和一峰正在山里面巡山的时候，因为山里面它没有什么树木，顶多就是灌木丛，然后我们就看上一块灌木丛似乎能遮挡一点点阴凉，所以我们就朝着那个灌木丛走过去。突然从灌木丛当中跳出一匹大狼，当时我和一峰都惊住了，因为这匹狼太大了。我1.73米的个子，但是这个狼如果人立起来的话，估计它还比我高一个耳朵。这么大的狼如果要宰了我们根本跑不掉。我们当时进山的时候，为了方便巡山，所以我们带的都是小的器材，主要是一根棍子呀，2个人都各拿一根棍子防身，然后呢也是拆那个捕兽夹、捕兽陷阱的时候探路用。另外呢，随身带的也就是普通的相机或者是短焦距的那些机器。当时我们就是想的，带这些轻便的东西是方便逃命的。但是我们当时看见那个狼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失算了，遇到这样的狼，我们根本逃不掉。但是这个狼当时看见我们的时候，它反而是很平静，很舒缓，似乎它只是怪我们打扰了它睡觉，因为它就在那个灌木丛当中在那儿睡觉，一小片阴凉嘛。当时天气很热，然后它就在那个灌木丛当中睡觉，而我们朝着那个灌木丛去了，它就不得不出来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它就从我们身边经过，我们2个人都不敢动，就这么直愣愣的站着，只能眼珠子跟着它的踪迹，跟着这个狼的动作，就这样看过来。它就从我们身边绕了小半圈，然后嗅一嗅味道，打一个哈欠，伸一个懒腰，然后小步冲下山坡，就在山谷的小溪里面喝水。喝完水以后，他就往对面的山上上去了。这个时候一峰才反应过来，他当时都还有点哆嗦，然后这个时候一峰才反应过来，赶紧拍，留下他的影像。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最大的一匹狼。然后一峰留下了他的影像，他当时是从那个山谷里面一直爬到对面的山顶，但是他在爬的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也是一边打哈欠，一边一路上留点记号啊什么的，反正就是不着急那种，凌波微步，我小步走。他们慢慢的，在他来说也许是慢慢的哈，他上到了山顶。然后我们在回放这个视频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我们从那边的山顶下到山谷下面的时候，我们是用了40分钟，因为高原爬山嘛哈，我们下来是用了40分钟，但是他爬山上去只用了7分半钟，所以我们就管这匹大狼叫做7分半。后来有一次我们在牧场上拍到这个狼穿越马群，当时我们就以那个牦牛和马做参照物，我们看到这匹狼比那个马它就小不了多少。它的最大特点就是第一，个头大，然后呢在山里面看的时候趁着绿草哈，感觉它4条腿就像穿了4个白袜子一样，所以这只狼是特别好认的。还有另外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龙狼。龙狼呢，我之前就听牧民说起过他，说他小时候的时候是被盗猎的掏过窝，可能盗猎的当时是用那个鞭炮大炮仗炸的窝，然后这只狼呢耳朵被炸聋了，但是他在盗猎的把它装进麻袋带走的这个路上，他是咬破了麻袋，从山边上就跳下去了，然后侥幸逃了一条命出来，但是那个腿呢是稍微有一条前肢有一点瘸。如果是缓步走呢不觉得什么，但是一旦跑起来呢就看得出它有一点跛。为什么牧民说这只狼是聋的呢？因为之前他曾经到牧民的牧场上去溜达的时候，然后牧民把那个洗脸盘就敲得震天响，但是这个狼因背对着牧民，他没反应，听不见，然后再后来一转身，哎呦看见人，然后他才急匆匆地走掉，所以牧民知道这是个聋狼。但是这个聋狼按理说他失去了听觉，一个猎手失去了听觉，那么他是很吃亏的，但是他有他的招，有他的生存办法。他招了2只鹰，
有2只鹰呢就长期跟着他，如果发现食物或者发现危险，就会给他报信儿。而他每一次有了食物之后呢，总会留下那么一块给鹰的。就是这个狼和鹰之间也达成了一种共同生存共生的关系。我们知道的狼的伙伴都还有好几种，有一种伙伴是秃鹫或者是兀鹫。那么在冬天的时候，兀鹫没有吃的，兀鹫它一般是食腐的，它不主动去捕猎，它一般不捕捉活物，那么它就是食腐的。冬天的时候，它会跟着狼走，狼打围或者是打猎，剩下的那些食物，秃鹫就一拥而上，兀鹫、秃鹫这些他们就会去吃。但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呢，这个人也多，夏天的人，冬天没什么人，夏天的人多，然后对动物多多少少有些干扰。但是兀鹫飞在天上，它不怕。那么兀鹫一旦发现了食物，狼就是跟着兀鹫走的，他就发现，兀鹫盘旋，那下面有食物，我过去看看。我跟龙狼的相遇是在山里面，我们当时在进入后山之前我们先是为了取得这个狼群的信任呢，我们是把我们自己的那种手抛帐篷，就是便携式的帐篷，慢慢的从前山开始扎帐篷，然后慢慢的移到中峰山脉，然后再往后推一个山脉，然后一直慢慢的把这个帐篷往前扎，慢慢的向后山推进的。那么有一天我去移这个帐篷的时候，把它从这个山峰挪到那边的山腰上的时候，好，我扎好了帐篷，完事儿呢，我那个鞋子里面就有很多的草籽儿，特别不舒服。然后我离开了帐篷不远，我就坐在山坡上，我就抖那个鞋子里的草籽儿，顺便喝口水。然后这个龙狼呢，当时是正在巡山，因为他听觉并不好，他当时正在巡山，他就往上看，哟，今天这个帐篷扎这儿了啊！然后他就一路看着那个帐篷，一路这样走，很警惕的。他是在往上看着走，我呢是蹲在那儿正在搞鞋子喝水。然后完了，我喝完水站起来的时候，我一看，一匹狼。然后这个狼呢，他也发现我了，哇，一个人。当时我们之间的距离就已经非常近了，我不知道该跑还是该喊救命还是该干什么，他也不知道该干什么了，因为跟人这么近的遭遇，而他呢还有一个身体上的缺憾，就是他的一条腿是微微有一点残疾的，他是跑不快的。那么我当时呢也看到了他那一条腿略略有点萎缩，所以但是呢，我想我在同情他只有3条腿的时候，可能他还在鄙视我只有2条腿。我当时在想，我2条腿跑得过他吗？虽然他捡了1条腿，让我1条腿，我估计还是跑不过。但后来我慢慢的稍微镇定下来一点点的时候，我想起我包里面还有一块风干肉，我想要不然我讨好他一下，因为我经常讨好狗，收买狗心嘛。然后我就想，这个狼能不能讨好一下呢？我就悄悄地把手伸进那个胸口那个包里面，然后把那块风干肉摸出来，动作非常非常的慢。然后呢，我把那块肉拿在手里面，我也不敢直接扔过去，动作太大了，我就用手指头给它这样弹过去。但是小小的一块风干肉刚刚落地，它就像一枚手榴弹落到了我们之间一样，炸开了。当时这个龙狼就一下子就呲着牙就冲我扑过来，我当时吓坏了，赶紧就是扑啪跟单的我当时连滚带爬的就从山坡上滚下去了。而等到我跑到山谷了以后，我听到后面没有追兵，我抬头一看，那个狼已经跑到山顶去了。我们大家各自都在跑，他刚才那一扑也是一个虚招。